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王天虎是个苦命的孩子，他出生半年，父亲就因失足坠落悬崖不幸身亡。母亲张氏将他养到3岁时，因无法忍受贫穷弃他而去。年仅3岁的王天虎便跟着奶奶相依为命。7岁那年，奶奶撒手人寰，从此王天虎变成了孤儿。那个年代，不要说王天虎还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了，就是力壮如牛的年轻男子要吃饱穿暖都非常难，但王天虎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对于王天虎来说，饥饿和寒冷并不是他最害怕的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管他热的、冷的、生的、熟的，一股脑通通下肚。为了取暖，他甚至和羊群凑在一起。生活的困境并没有把他击垮，令他最害怕的还是人们的冷嘲热讽。在乡亲们眼中，自从王天虎出生以后，他家就灾祸连连。于是乎，有人就把这种罪过强加到了他的头上，说他是个灾星。正是因为他的出生，才导致家破人亡。自从王天虎出生后，人们就对他避而远之，就连和他一般大小的孩子都不愿和他玩耍。王天虎就是在人们的嫌弃与鄙夷之中长大的。有一次，王天虎因为实在饿得顶不住了，便偷偷将土地庙里的贡品吃了。被发现后，乡亲们就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。此后，王天虎便被乡亲们称作小偷。有了这个称号以后，村子里不管丢了什么东西，乡亲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，对他是非打即骂。被冤枉之后，王天虎索性破罐子破摔，在村子里胡作非为起来。没过几年，他就成了村子里的一大祸害。转眼间，王天虎已经16岁了。这一年冬天，村子里的首富张员外家被偷了。张员外没有多想，就将偷窃的罪名强加到了王天虎的头上。其实张员外的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知道这件事情并不是王天虎干的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，完全是公报私仇。就在不久前，张员外的儿子因为无故欺负一个穷小子，王天虎看不过，便出手相助，把张员外的儿子打了个鼻青脸肿。张员外当时没有发作，可早就把王天虎恨得牙根发痒了。于是借着这个机会，张员外便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，将王天虎带了起来，并将他吊到了村口的大槐树上，要活活吊死。别看王天虎吃不饱穿不暖的，但他的命却相当硬。数9寒天，光着身子在树上吊了3天，他仍然没有咽气。这一晚天气格外冷，看守王天虎的2个乡亲也因为怕冷回家去了。空旷的村口，只有光溜溜的王天虎在槐树上吊着，那情形看上去分外瘆人。夜半时分，村口忽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。不久之后，一个头戴瓜皮帽、身穿厚棉衣的中年男子朝着村口走了过来。男子只顾低头赶路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吊在树上的王天虎。突然间，男子的脑袋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他连忙停下脚步，抬头看去。不看不要紧，等男子看清楚碰到他的东西时，顿时吓了个魂飞魄散。定了定神，男子连忙踮起脚尖，在王天虎的身上捅了几下。嗨，兄弟！见王天虎没有应答，男子又伸手在他的鼻息处探了一下，见王天虎尚有一丝呼吸，便将王天虎救了下来。就在他刚刚将王天虎救下之时，村子里突然跑出来2个人，冲着他大喊道：嗨，干什么？顾不得多想，男子背起王天虎就朝村外跑去。也不知跑了多久，见身后并无他人追来，男子便背着王天虎朝着路旁的一间破屋子里走了进去。将王天虎放在屋子的一角之后，男子又将自己身上的棉衣脱了下来给王天虎穿上，随后便找了些干柴在屋子里生起了火，然后便静静地坐在一旁等着王天虎醒来。不久之后，
王天虎醒了，小伙子，这么冷的天都没把你冻死，你可真是命大呀。男子笑着说道。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王天虎的性格变得十分孤僻，面对一个陌生人，此刻的他更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小伙子，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被调到哪里吗？男子问道。这么多年，王天虎时时处处遭受人们的白眼，他已经记不起人们心平气和地和他说话是什么时候了。从男子的眼色中，王天虎看到了一丝善良，瞬间，一向不善言辞的王天虎就像是打开了话匣子。大哥，你被人冤枉过吗？冤枉是人，谁没有被冤枉过？怎么，难道你是被人冤枉的吗？男子反问道。听男子这样问，王天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瞬间就哇哇大哭了起来。哭了一会之后，他渐渐平静了下来。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我半岁丧父，3岁失母，7岁时奶奶离我而去，村子里的人都把我看成灾星，对我是冷嘲热讽，这些我都忍了。可后来他们竟然冤枉我偷东西，不管谁家丢了东西都认为是我干的。这一次他们又冤枉我，还要把我活活吊死。大哥，那东西真不是我偷的。说到这里时，王天虎已经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了。听了王天虎的哭诉，男子不由得摇了摇头，心中不由得对他起了怜悯之心。孩子，不管别人如何看你，我相信你。从小到大活了这么多年，这是王天虎第一次被人相信。此刻他就像是一个8、9岁的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了起来。哭了一会之后，眼见天色已经不早了，男子便问道：小伙子，那个村子你看来是回不去了，不如换个地方生活，你要是愿意就跟着我。怎么样？我名叫陈一善，是个做买卖的商人，因为天黑错过了宿头，于是便想着在村子里借宿一晚，没想到却碰到了你。王天虎苦笑一声说道：大哥，多谢你的一番好意了，只是我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，就不麻烦你了。听王天虎这样说，陈一善显得很是意外，看不出来你还挺有主见的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再勉强了。不过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，不管别人如何小看你，你自己千万不敢看轻自己，记住，存好心做善事，你一定会有好报的。说完，他便给王天虎留下一些铜钱，随即走出了屋子，扬长而去。陈一善走后，王天虎也起身离开了屋子。5个月后，王天虎流浪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自从离开家乡以后，少了人们的冷嘲热讽，王天虎的心情大好。这期间，他也曾经想着干点正经营生，但从小就放荡不羁的他根本受不了半点约束。到后来，他索性做了乞丐，过起了无拘无束的生活。几天前，王天虎来到了一个乱坟岗，因为刚过清明，不少坟头还留着一些馒头、点心等祭祀品。王天虎便干脆在乱坟岗里待了下来，每日里靠这些贡品来充饥。这一日正午时分，吃了点贡品之后，不觉间困意袭来，王天虎便找了个阴凉的地方，计划美美的睡上一觉。就在他往地上躺去的时候，他的手忽然间摸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。王天虎心中甚是蹊跷，于是便将那东西从草丛中拽了出来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个包裹。包裹看上去并不破旧，就像是刚放到这里不久似的。怀着疑惑的心情，王天虎打开了包裹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包裹里竟然是一件红色的裙子。这是谁的裙子？乱坟岗里怎么会有女人的裙子？难道是清明时节给死去的人穿的吗？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，一阵脚步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。王天虎连忙抬眼看去，只见一个大约30多岁的年轻女子正朝着他跑了过来。王天虎一看，连忙将包裹放回原地，随即闪在不远处仔细看了起来。他刚躲好，那个女子便行色匆匆地来到了藏包裹的地方。
王天虎还以为女子是前来寻包裹的，令他意外的是，女子并没有拿上包裹就走，而是先将自己身上所穿的一件绿色裙子脱了下来，随后又换上了那件红裙子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跑到乱坟岗里换衣服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就在王天虎疑惑不解的时候，只听不远处传来了一个男子的说话声：“巧云，好了没有？”听到男子的说话声，王天虎不由得一愣，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？猛然间，他想起来了，说话之人就是将他救下的陈大哥。好了，马上就好。女子回道：“这女子是谁？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换衣服？”匆忙之间，名叫巧云的女子已经换好了衣服，将换下的衣服塞进包裹里面后，她便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。自从上次分别以后，王天虎一直未曾见过陈一善，见在这里不期而遇，王天虎便计划出去感谢一番救命恩人。于是他便朝着乱坟岗外走了出去。尚未走出乱坟岗，一男一女的对话声就传进了他的耳朵里：“巧云，你也是的，怎么上个茅厕还这么费劲？你不知道这里是乱坟岗吗？听人们说这里经常闹鬼，你就不害怕吗？”一个男子说道。听了这人的话，王天虎顿时就愣住了。这女子并没有小姐，只是进乱坟岗里换了件衣服呀。为什么陈大哥会有此疑问？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，接下来两人的对话彻底将他吓傻了。男子原本是背着乱坟岗的，说话的时候，他已经转过了身来。就在男子转身的一刹那，王天虎看清楚了，男子就是将他救下的那位好心大哥陈一善。陈一善显然是被巧云身上所穿的衣服所吓坏了。只见他面露惧色，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巧云，你身上的衣服是怎么回事？”“衣服？我的衣服怎么了？”巧云一边说，一边低头便朝自己的身上看了过去。只看了一眼，他就大叫了起来：“鬼呀，真是遇到鬼了！我这衣服怎么变成红色的了？”听巧云这样说，王天虎不由得愣住了。他明明在乱坟岗里换了件红色的衣服，为什么却要矢口否认，还要说遇到鬼了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说这乱坟岗里闹鬼，你偏不听，非要在这里解手。这下好了，撞上鬼了吧？男子心有余悸地说道。这该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赶紧先回家吧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得请人安顿安顿了。说完，两人便赶紧离开了乱坟岗。这巧云是怎么回事？她为什么要对丈夫撒谎？不行，我得出去将她换衣服的事情告诉大哥。想到这里，王天虎便要追上前去。王天虎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两人身上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。就在他盯着那两人看的时候，一个手持棍棒的男子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后。王天虎刚要迈步追出，男子抡起手中的木棍就朝他的脑袋上狠狠地砸了下去。王天虎只觉一阵剧痛，随即仰面倒地，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男子是谁？他为什么要打晕王天虎？王天虎还能活命吗？巧云为什么要对丈夫撒谎？请接着往下看。王天虎并没有看错，刚才的那个男子就是他的救命恩人陈一善。陈一善现年30出头，以贩卖货物为生，与靠耕种为生的乡民相比，他家的日子过得很是安逸。10年前，陈一善娶了一位姓王的女子为妻，婚后两口子恩恩爱爱，甚是令人羡慕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婚后仅仅半年，王氏就因为突发疾病不治身亡。王氏死后，陈一善甚是伤心，以至于好多年都未曾续弦另娶。去年经人说和，陈一善娶了一位名叫甄巧云的寡妇。昨天甄巧云有位亲戚家里办喜事，他便住在了亲戚家。今天一大早，陈一善便前去亲戚家里将她接了回来。回家的路上路过一片乱坟岗，听人们说
乱坟岗里经常闹鬼。陈义善本来是想走另外一条路的，可甄巧云却嫌那条路太远，经不住甄巧云的软磨硬泡，陈义善只好带着他走了这条路。路过乱坟岗时，陈义善特意加快了脚步，但就在这时，那甄巧云却偏偏说吃坏了肚子，非要到树林里解手。尽管陈义善心中很是恼火，但毕竟人有三急，只好耐着性子在路上等了起来。都说怕什么就来什么，就在甄巧云解完手从树林里出来以后，陈义善竟然发现妻子的裙子变了颜色。这一来，陈义善彻底被吓坏了。回家路上，两口子都是一脸凝重。回到家后，为了给丈夫压惊，甄巧云特意炒了几个小菜，还陪着丈夫喝了几杯酒。几杯酒下肚以后，一阵困意袭来，陈义善便回到屋中躺了下来。夜半时分，正在酣睡的陈义善突然被一阵啪啪的响动惊醒了。他连忙睁眼一看，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打开了。这时甄巧云也醒了过来，见窗户大开，她顿时吓得蜷缩在床上，战战兢兢地说道：“当家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记得睡觉之前把窗户关好了呀，难道是……”听妻子这样说，陈义善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就在这时，窗户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令人不寒而栗的说话声：“陈义善，快受死！”话音刚落，一个披头散发、满脸血污的白衣厉鬼出现在了窗户前。看到这厉鬼，陈义善心中很是害怕，他一把将甄巧云拉在身后，对着厉鬼说道：“这位鬼爷，我陈义善一生行善积德，从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，你为何找上门来？”厉鬼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为何？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吗？你为何让你的妻子在我坟头解手？说。”听厉鬼这样问，陈义善当即就明白了过来，随即对着厉鬼求起情来：“鬼爷，我媳妇乃是无心之过，还望你能原谅。明天天亮以后，我一定要给你举办一场法事来赎罪，赎罪已经迟了，我今晚就要取你妻子的命。”说完，厉鬼便跳进屋子，平举双手朝着甄巧云抓了过来。厉鬼的手上长着长长的指甲，指甲亮的还有些瘆人。看到这，陈义善当即就对厉鬼说道：“鬼爷，我妻子是无心之过，怪我平日里看管不严。这样吧，有什么事你就冲着我来吧。哼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要了你的命再说。陈义善，你的报应来了。”说完，厉鬼便伸手朝着陈义善的脖子掐了过来。厉鬼，你的报应才来了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窗户外突然传来一声怒吼，伴随着怒吼，一个瘦小的身影忽然间从窗户上跳了进来，对着厉鬼的脑袋上就狠狠地打了下去。只听通的一声，厉鬼躺倒在地，一动不动了。眼前的一幕只把陈义善看了个目瞪口呆。就在他愣神之际，那人已经将厉鬼头上的头发扯了下来，接着又将厉鬼脸上的血污擦了干净。随着他的一系列操作，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陈义善的面前。马三虎，怎么会是他？就在这时，那人冲着陈义善说道：“恩公，发什么愣？快来帮忙！”陈义善这才看清楚了，那人竟然是他救下的王天虎。天虎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陈义善疑惑地问道。王天虎并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从马三虎身上搜出了一件衣服，将衣服扔在甄巧云的身边后，王天虎对着陈义善说道：“恩公，这你还得问他。媳妇，这不是你白天穿的那件衣服吗？怎么会到了他的身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眼见事情败露，那甄巧云也就没有隐瞒，而是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原来甄巧云与马三虎是旧识，甄巧云成了寡妇之后，马三友便有心娶她为妻，但马三友是个穷光蛋，没钱将甄巧云娶进家门。为了贪图陈义善的聘礼，
甄巧云的父母便将她嫁给了陈义善。婚后，这两人因为性格不合，时常拌嘴吵架。甄巧云又嫌弃陈义善不懂风情，于是她便又想起了马三友。马三友别的本事没有，却生了一张伶牙俐齿，总是能说到甄巧云的心眼上。一来二去之后，两人便又暗地里好上了。陈义善勤俭持家，积攒了不少家业，为了图谋他的家产，也为了能长久的在一起，马三友便和甄巧云想到了一个毒计。甄巧云知道陈义善胆子不大，且相信鬼神报应之说，于是他就利用这一点动起了脑筋。听说乱坟岗闹鬼的事情以后，甄巧云便让马三友将自己所穿的一条红色裙子事先藏在了乱坟岗里。那天陈义善接甄巧云回家时，甄巧云专门走了这条路，来到乱坟岗时又借故解手进里面换了裙子。等他出来时，陈义善见他的裙子变了颜色，生性胆小的他就以为妻子冲撞了鬼神。甄巧云从乱坟岗里出来后，那马三虎便计划前去将他换下的绿裙子拿走。可就在他进了乱坟岗里时，意外发现王天虎正在一旁偷看。眼见王天虎要坏了他的好事，马三虎便将王天虎打晕了。回到家后，陈义善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。这时善解人意的甄巧云就劝着他喝了几杯酒。陈义善心中害怕，也想借酒壮胆，于是不胜酒力的他很快就醉倒了。半夜时分，马三友来到了陈义善家，在院外，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东西，将自己打扮成了恶鬼一般，目的就是要假扮厉鬼报复，将陈义善害死。谁知道那王天虎却并没有被他打死。就在马三虎走后不久，他就醒了过来。一路打听之下，他终于找到了陈义善的家。就在他准备进到屋里将事情的真相告诉陈义善的时候，马三虎来了。见马三虎在那里打扮成了一个厉鬼的模样，王天虎当即就对他起了疑心，于是便悄悄地在一旁看了起来。直到马三虎欲加害陈义善的时候，王天虎不敢耽搁，随即冲进屋子将马三虎打倒在地。事情明了之后，陈义善随即将马三友和甄巧云送到了官府查办。事情过后，陈义善便将王天虎收留了下来。王天虎也改掉了以前的一些坏毛病，安分守己地和陈义善做起了生意。两人还结为了异姓兄弟，各自娶妻生子，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下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